小美，我今天真的很不开心。怎么了，大卫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在咖啡馆，我想点一杯冰美式，但是我站在那里，突然忘了怎么说，我最后只能用英文。我觉得我的中文白学了。别难过，大卫，这不代表你学得不好。很多 HSK 1级、2级的学生都有这个问题，认得字，能考试，但不会说话。其实，在开口点餐前，你可以先用一个简单的称呼来让自己放松。称呼？你是说叫服务员的名字吗？不，你可以先大声说一句“你好”或者“麻烦一下”，这不仅是礼貌，更是在给你的大脑预热，同时让对方把注意力转到你身上，给你创造一个说话的场域。有道理，但我认识好几百个汉字，每天都在写字，为什么我还是不会说呢？因为写字和说话用的是大脑不同的部分。你是不是每天花很多时间写汉字，但很少说中文？是的，而且我很怕，我怕我的声调不对，怕中国人听不懂我的话。大卫，我告诉你个小秘密，中国人不会因为你说错中文而生气或者尴尬。恰恰相反，因为中国人也知道中文是一种特殊的语言，所以他们看到外国人在努力说中文，会觉得非常有趣和亲切。真的吗？他们不会觉得我笨吗？完全不会。如果你说错了或者闹了笑话，他们通常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幽默、很可爱的事情，甚至会更热心地帮你。啊，那我自带幽默了吗？真好玩。所以大胆地说吧，我再分享你几个专业的办法。第一，不要只背短语。不只背短语，那背什么？要背句子块，比如不要只背喝和咖啡，你要直接记住我要一杯这个底座。当你需要用的时候，大脑不需要想语法，直接就能跳出整个句子。就像电脑的快捷键一样。没错，这就是模块化练习。比如今天你想喝咖啡，就说我要一杯咖啡。明天想喝冰茶，你只需要把咖啡换成冰茶，其他部分完全不用动。我明白了，只要换掉那个零件就行了。但我如果突然卡住了，想不起那个零件怎么说呢？这就是第二个办法，你要学会用填充词，就是中国人说话停顿时用的词，比如那个或者然后。对，你要掌握它的节奏。当你忘了怎么说，不要在那儿发呆。你可以慢悠悠地说，我要一个，停顿一下，再停顿2秒，大杯的冰咖啡。这会让你听起来很自然，也能给你时间思考。甚至服务员看你比划，就直接帮你把话说完了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但我还是觉得我的发音不好。这就是最重要的第3个办法了。大卫，你需要一个好用的学中文 APP， 找一个有生活场景练习的，并且要有跟读评分功能。如果 APP 给我的评分很低，我是不是应该一直读下去？这就是错误处理的关键了。如果分数不高，不要盲目重复，你要先停下来，仔细听一遍原声的示范，对比一下哪一个音节是往上走的，哪一个是平的，找到区别后再试着模仿一遍。就像玩游戏过关一样。对，你要反复练习，就像学唱歌一样，直到拿到高分。但是这还没完，最关键的动作是重复。我已经读了很多遍了，还要重复吗？是的，你今天练习了打车的对话，拿到了100分，但这不代表你真的会了。你需要在3天后、1个星期后、
1个月后再次打开那个场景重新跟读。为什么要过几天再练？因为你的肌肉需要记忆，就像骑自行车一样，只有经过多次重复，这些话才会变成你的本能。当你下次见到出租车司机，你不需要想，你的嘴巴会自动说出那句话。我明白了，练习、对比纠错，拿到高分，然后过几天再复习。没错，你可以找一些中文电影，或者就把咱们这段播客当成教材，反复跟读每一句话。当然，用专门的 APP 会更方便，因为它们能自动暂停和定时复习。谢谢你，小美，我现在觉得好多了，信心爆棚。我不怕丢脸了，我这就去下载个有评分功能的 APP。太棒了！下次我们见面，你要用中文告诉我你在 APP 上拿了多少个100分。没问题，我们一言为定。加油，大卫！不怕说错，只怕不说。记住，你一开口就已经赢了。